咁特朗普咧，即係一路我都覺得佢，我比較講佢都好啊，起碼佢講和平啊，冇拜登咁無端端撩起啲戰爭，咁都又想攞和平獎咁，好啲突然間帶上嚟咧，咁我都覺得好奇怪。成日都可能要去聽下美國講嘢，有時又聽下中國講嘢。咁點解佢哋咁耐以嚟咧都冇一個自己一個角色喺度咧？佢插咗南美洲事務咧，當時佢並冇諗過即係要攞咗南美洲呢啲國家嚟做美國一個州，佢只不過話進行一個經濟上嘅量調。其實佢未必係一定係需要去攞到加拿大，未必需要攞到係 Greenland 或者攞到南美洲。其實佢想做嘅話咧，佢想 consolidate 咗之後咧，佢增加佢嘅資源嘅組合。歡迎嚟到我哋2026年嘅第一集。我哋都做咗好多個節目啦，咁我哋洞察世情，繼續為大家加添心靈上嘅美善，同埋亦都係為我哋嘅時代嘅政局啦、經濟啦等等嘅情況咧，都做出一啲嘅分析同埋分享嘅。咁今日咧，我哋嘅題目係美壓中國失敗，推霸凌拉美嘅新棋局。咁呢個局勢咧不斷變化，喺參議院亦都係有一個非常之驚人嘅一個嘅決定啦，咁就唔會再對委內瑞拉去出兵咁樣嘅。咁今日我哋好高興請到梁燕城博士啦、Ming Sir 啦，同埋徐博士咧，繼續為我哋呢個時事嘅政局去做一個分析，同埋點樣去帶動到人類嘅心靈上面咧，點樣喺2026年可以更新更加美善同埋平安嘅。咁我哋首先請梁燕城博士為我哋講解下我哋今日嘅題目先。咁咧有個戰略分析師叫 Senaka Pereira 咧，咁都幾有名嘅一個分析師啦。咁啱寫本書添，咁佢就有篇文章叫 The Delta Doctrine，即係話三角洲係咩？三角洲就係美軍，即係嗰隊精鋭部隊啊，即係變咗精鋭部隊主義啊，即係而家美國啊。咁佢提出一個觀點幾有趣，叫 No Rules Doctrine，即係咧係冇規則嘅原則。呢個就係咧特朗普開始咗嘅美國嘅特性啦。咁咧，特朗普咧，即係一路我都覺得佢，我比較講佢都好啊，起碼佢講和平啊，冇拜登咁無端端撩起啲戰爭，咁都又想攞和平獎咁，好啲突然間擺上嚟咧，咁我都覺得好奇怪，即係佢好似將佢嗰個面具啊，和平嘅面具攞走咗，露出啊係威權主義嘅原形。咁啊，連民主、自由、人權係美國所重視嘅價值，佢變咗好似即係塊布、遮醜布咁嘅啫，攞嚟舉起嚟啊！佢係重視啲嘢，但係實質呢塊布拎啊拎走，完全都唔講民主、自由、人權嘅，咁就完全冇咧根據呢啲嘅理想嘅原則，咁連顏色革命都唔搞啦，因為顏色革命咧嘥錢多，費時失事，搞好耐都未整冧人，不如直接出兵算數。咁即係回復翻咧呢個18、19世紀嘅殖民帝國主義啊！咁另外一樣咧，佢將嗰啲制度咧，即係國際法也好、民主、自由、人權呢啲等等咧，都係工具化嚟嘅，即係工具嚟啫。佢唔係真係信呢啲佢人講啦。即係你令到人覺得美國原來你個民主、自由、人權，我嚟批評人同侵略人嗰陣時，又話你冇民主，所以我滅咗你。咁但係你自己其實都冇啊。咁然後咧就國際法咧，又可以唔理佢，國際法就係我嚟約束弱者嘅啫嚇，唔係我係強者，我唔受國際法約束。咁聯合國憲章同國際法不過係一種外交抗議嘅詞彙啊！呢個就係嗰個即係分析師咧 Pereira 咧，即係話特朗普係咁樣啦嚇咁。咁而咧美國咧，其實我分析就係美國面臨咧一個嘅崩盤嘅危機嚟嘅，因為美債咧已經高到咧係遠超過佢收入，咁不斷借新債嚟還息咧，咁都落去咧。特朗普知道係好危險嘅，美國而家因為美元失去信用啊。咁而佢想打壓中國，又打壓中國失敗，成個美國咧唔係淨係特朗普咧，咁咧最後孤注一擲，用直接侵略咧嚟到係重建呢個國威嘅。咁又有一樣佢又好似好講大話咁，一面佢話即係用整個司法出嚟去捉人，話咧你係毒品、恐怖主義啊、走私咧呢啲嘅可卡因等等咁。咁但係行動從來都冇對付毒品，除咗開頭炸幾隻嗰隻船，唔知係唔係嘅，你又係咁炸人埋佢毒品。咁其實冇對付毒品，而係搶石油啫噃。
咁再講翻毒品嚟講咧，呢個可卡煙咧嚇，我叫可卡煙啊，個因字唔好咁大聲，因為好似嗰啲YouTube 唔係咁中意呢個名啊。咁咧可卡煙咧嚇就係呢個嘅委內瑞拉啊，其實係好少嘅啫噃。但係佢嘅毒品咧係可卡煙咧，美國唔係咁多嘅啫。咁啊，主要毒品芬太尼啊嘛，咁點解話又打毒品啫？根本芬太尼就喺哥倫比亞，就唔係喺委內瑞拉，所以毒品呢個講係講大話嘅。咁咧，而且咧呢個方式叫零元購，即係我哋美國，去美國都好驚，成日入咗間嘢，會突然間有人衝嚟搶嘢㗎，即係啲大鋪頭啊。咁你去衝嚟搶嘢，搶完人拎走就算㗎啦喎。咁咧好似都冇法律追究。咁而家美國都係零元購。咁一方面咧截停郵輪啦，跟住搶呢個委內瑞拉攻入去，連個總統都捉埋，咁跟住仲有係靠收買嗰啲嘅種種嘅嗰個地方嗰啲個軍警勢力唔知副總統係咪佢收買都唔知啦。咁咧就逼佢哋咧就副總統跟佢條路，咁副總統又制啊，咁即係一面講嘢好強硬，但係實質係逼住走㗎啦。咁好奇怪，點解個反對派攞諾貝爾獎嘅馬查多佢唔俾佢權力啊？我諗特朗普梗係唔中意啦，馬查多搶咗諾貝爾和平獎，我梗唔俾你當權啦，係咪？咁啊揾翻個副總統咁樣啊，咁就即係其實呢一種係殖民化，將人哋捉咗又殖民化又要人即刻將3000萬至5000萬桶交過嚟咁仲大過盧比奧咧去管理做總督呢啲等等。咁國際大勢嚟講，其實就係因為咧14年打壓中國已經失敗，美國咁即係點樣執翻紮沙咧，或係欺凌嗰啲弱國咧，重建強國霸主嘅形象咧，同埋咧控制翻石油權啦，石油嘅美元化啦，因為委內瑞拉係唔用美元噶嘛，佢要搶翻石油美元嗰個美元嗰個嘅份量先有，因為美元正在係面臨崩盤嘅危機啊嘛。咁喺呢個危機之下咧，所以啲人搶黃金搶銀就係驚美元唔掂啊。咁佢要建立翻某啲嘅美元嘅威信咧，就夾硬搶啲石油嘅位置啊。伊朗就快搶啦，睇嚟咁所以呢個大戰略咧就重建石油權同埋美元權威，再希望咧向拉丁美洲咧立下馬威。嗱，我好強哥倫比亞你睇住嚟啦，格陵蘭我都想要啊，加拿大你都諗下啦咁可以話咧，即係特朗普講咗句話嘅，佢話我有自己個道德標準，即係佢唔係跟客觀嘅宇宙性嘅人性嘅道標，佢按自己道德標準係唯一能夠阻止我嘅咧，就係我嘅自己嘅道德標準啦。咁佢特朗普好有道德咩？咁你睇下佢做人係咪嗰個道德咁耐，我就睇唔出佢係一個好有道德嘅人。咁佢道德標準喺邊度咧？我都睇唔到啊。然後咧突然間再整條啱啱而家咧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咁要保護咧全部喺美國財政部嗰啲帳戶裏面委內瑞拉嗰啲石油嘅收入咁樣。因為佢驚咧國會忽然間唔通過好多嘢咧，佢將呢啲錢保住先咁。呢個所謂緊急狀態1976年作出嚟咧，目的就係話真係有危機嗰陣時，最唔係我嚟搶嗰啲資源同錢用嘅。咁但係而家咧就用咗呢個嘅法令咧，就係繞開國會就可以發布行政命令，所以每一招都係正如呢個著名嘅Pereira 咧所講咧，係一個 no rules doctrine 係冇原則嘅規則啦。梁博士，其實咧，委內瑞拉咧，其實屬於西班牙噶嘛，之前佢都係一個殖民地嘅一個身份。咁其實我喺度聽到，咦，呢個國家嘅總統竟然可以 capture 另一個國家嘅一個總統噶喎。咁其實咧，我哋一聽嘅時候咧，都係非常之錯愕噶。咁學你講啦，咁其實呢個嘅殖民地嘅主義係咪又係再次喺2026年又要再嚟過咧？咁樣咁因為其實哥倫布喺1498年就發現咗呢一個委內瑞拉裏邊嘅一個殖民地啦。咁其實喺咁多年之間，其實佢都一路咁經過自己嘅政府咧轉變咁樣啦。咁就慢慢就成為咗1830年就獨立建國啦。咁甚至喺呢個嘅
幾十年前咧就成立咗自己嘅民主制度嘅喎。咁其實佢哋都有自己咁健全嘅制度嘅時候，點解佢哋仍然都好似係俾一啲大國牽住走啦？咁有時好似見到咧，都見到佢有啲代總統啊，又會向中國求救啊。咁其實真正嘅國家嘅強大咧，其實係好微妙嘅喎。點解中國可以咁強大？我哋都係講咗咁多年，都係有好多嘅文化嘅基礎。咁有啲小國或者我哋眼中嘅冇咁大嘅國家，其實點解佢哋冇一個咁比較穩定嘅政權咧？係成日都可能要係聽下美國講嘢，有時又聽下中國講嘢。咁點解佢哋咁耐以嚟咧都冇一個自己一個嘅一個角色喺度咧？咁會唔會我哋又請我哋嘅專家又講分析下，咁多嘅國家與國家之間嘅混亂嘅局面啦，係咪淨係中國嘅責任，或者係咪淨係美國嘅責任咧？其實委內瑞拉現在呢個亂象，只不過係整個拉丁美洲一個縮影嚟嘅。你即係過去嗰200年咧，唔係淨係委內瑞拉嘅。當然啦，西班牙統治咗拉丁美洲，即係除咗巴西啦，300年。咁啊，直到1821年啦，咁即係拉丁美洲國家包括墨西哥啦，同埋委內瑞拉嘅前身啦，係個叫大哥倫比亞共和國。咁佢1830年咧就喺呢個大哥倫比亞共和國就脫離咗出嚟，就成立咗委內瑞拉。咁我哋試想一下啦，拉丁美洲啊，其實你論佢嘅資源啊，絕對唔比北美洲差。嗱，如果佢能夠成為一個統一嘅國家，呢個國家嘅份量咧唔會比美國差。但因為好多種種原因啦，第一佢哋唔夠團結啦。第二咧，佢就係美國嘅門羅主義1823年即係提出咗之後咧，咁跟住個幾十年啦，到1846年至48年，佢打墨西哥啦，美國個領土擴張咧就由大西洋一路去到太平洋，咁跟住咧就插手南美洲嘅事務啦。佢插咗南美洲事務咧，當時啊佢並冇諗過即係要攞咗南美洲呢啲國家嚟做美國一個州，佢只不過進行一個經濟上嘅掠奪。因為大家知道，頭先提過啦，拉丁美洲個資源好豐富噶嘛。委內瑞拉石油啫，咁智利有銅礦噶嘛，巴西有蔗糖啊，咁阿根廷有牛肉啊咁。咁美國咧就係主要係用嗰啲大財團去滲入呢啲國家度，影響佢哋經濟，對拉丁美洲做一個經濟嘅掠奪，並唔係諗住殖民。咁委內瑞拉好不幸咧，就係因為石油咯，同埋幾乎所有嘅拉丁美洲國家咧。佢都係單一經濟嘅，我哋叫即係呢個係即係單一嘅天然資源嘅詛咒。如果委內瑞拉冇石油咧，反為美國唔會插手喎。嗱，咁點解呢啲拉丁美洲國家有咁豐富嘅天然資源，唔能夠令到國家富裕咧？咁當然啦，佢哋國家政治制度有問題啦，同埋咧佢哋好多政治人物啊，係計劃啲嘢唔夠長遠眼光。委內瑞拉當現在嘅馬杜羅啦，之前係查韋斯嘛。查韋斯之前咧喺美洲嗰啲國家啊，包括委內瑞拉都係親美政權嚟噶。因為美國經過佢嘅軍事實力啊、政變啊、用財團嘅影響啊、銀紙啊咁咧，令到呢啲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咧，本來都係順服於美國，為美國嘅財團服務。咁但係因為財團係為咗自己啲股東服務噶，唔係為咗拉丁美洲人民服務噶嘛。咁於是乎，你生活就對於拉丁美洲廣大人民嚟講，就係一種剝削。咁委內瑞拉一樣啫嘛。咁所以查韋斯嘅年代或者佢上一任啦，就將美國啲大石油公司充公。咁你直接威脅到美國嘅財團利益喎，咁美國咪制裁你咯？即係長話短說啦，到現在咁點解要長期制裁委內瑞拉嘅？1973年嘅智利政變一樣啫嘛。因為當年嗰個左翼總統阿倫蒂要充公咗美國啲國有大財團嘅資產，咁3年之後1973年，美國咪揾個 CIA 就揾個軍頭皮與洛切發動政變咯。好似政變死咗好多人，死咗好多學生噶。我即係年輕嘅時候我哋嘅事嚟噶啦，我哋記得，徐博士都記得。咁呢個悲劇喺拉丁美洲嚟不斷重演嘅。咁現在咧，因為特朗普覺得我對中國嘅對決咧，暫時冇勝算，亦都知道打唔贏中國。頭先羅博士講咗嘛，打咗14年啦，咁直到咩咧？直到舊年10月啊，
佢同阿習近平同阿特朗普喺韓國即係開過會見過面啦。咁啊，大家知道美國係唔可以令中國屈服嘅。咁啊，中國亦都唔會話即係威脅到美國喺即係拉丁美洲嘅權啦。咁於是乎咧，我覺得咧，特朗普喺呢3個月之內咧，整個美國做一個戰略嘅收縮。嗱，以前美國咧，我哋即係一直以嚟啊，過去幾十年咧，單極世界獨霸全球噶嘛。咁但係咧呢一趟咧，特朗普諗住 OK， 既然我唔可以喺歐洲打敗俄羅斯，我唔可以喺遠東喺東亞打敗中國，於是乎佢要作一個戰略收縮，鞏固個後院啦。嗱，呢個好奇怪㗎，我哋一直以嚟咧就講美國咧就係捉國際象棋嘅，係咁向前衝啊衝啊，嗰啲啲卒過河咁。中國嚟捉圍棋嘅，喺全世界唔同地方佈局，包括咩咧？喺東南亞啦、中東啦、非洲啦、南美洲係咪？咁而家我發覺咧，美國咧好似學捉圍棋喎，佢將佢個後欄咧放啲子下子啊，所以委內瑞拉咧係佢喺南美洲呢一趟戰略轉移嘅第一隻子。能否成事唔知，但係起碼佢戰略改變咗。但係佢呢個係簡單而粗暴。嗱，中國落子係點樣啦？我去非洲點樣？我唔會派軍隊去噶嘛。哦，你哋需要乜嘢啊？你哋需要起鐵路、起港口啊嘛？你農產品出唔到口啊嘛？得我幫你。中國係咁樣落子噶嘛？咁呢個係互惠嘅。對中國嘅公司嚟講，中國人嚟講，對非洲人嚟講，都係有益處嘅。如果你去非洲睇下咧，非洲好多嘅大型基建，幾乎都係中國做嘅。因為中國用長時間60年嘅時間，由毛主席嘅年代一路到現在，一度喺非洲佈局。咁呢個係長入，你馬上唔會有明顯嘅改變，但係潛移默化呢個長久嘅改變咧係實在嘅。但係特朗普咧，因為美國制度啦，佢可能自己做多3年係嘛，咁啊簡單而粗暴，最快方法，我派軍隊去攞咗你，然後叫你屈服，有冇效咧？咁當然大家都唔知啦。不過我睇嚟咧，阿特朗普冇錯，佢想捉圍棋，不過咧佢落子咧係錯，第一步已經錯咗噶啦。你成個拉丁美洲冇錯，啲人而家馬上好驚你，但係佢會唔會服你咧？即係如果美國呢一招係得嘅，拉丁美洲國家就唔會咁亂，而係所有國家都親美啦，係咪啊？因為你勢力範圍啊嘛，200年都係咁噶啦。咁點解呢啲拉丁美洲國家成日都有啲政變或者出現啲左翼政權咧？好似智利總統阿倫蒂咪選舉上台噶嘛？1970年嘅時候，咁啊查韋斯當年1999年都係選舉上台噶嘛，就係佢有民意嘅力量話俾佢聽，我哋國家要改變，我哋唔可以俾美國剝削。咁佢一上台，美國制裁佢，咁咪變咗個 merry-go-round 啊，永遠一個死胡塗咁轉唔翻出嚟咯。即係現在呢個係拉丁美洲國家嘅悲劇。但我覺得呢一趟咧有少少改變，唔係好似100年前、100年前咁啊。因為有一個變數就係中國嘅變數，中國就用佢嗰度長久嘅對第三者係南方國家嗰個手法。我去拉丁美洲一樣啫嘛，我去巴西，哦，你哋有即係啲農產品出唔到口啊？哦，你哋需要做汽車啊？我哋投資咯。中國冇軍隊喺南美洲㗎，唔需要，唔好似美國咁㗎。我又冇需要喺影響你嘅傳媒㗎。我做實際嘅嘢，令你哋嘅人得益。所以嗰啲盧拉啊，而家呢個巴西總統啊，佢係咪好真忠咯？咁感情上冇錯，佢有左翼思想，但係實際上中國係俾佢好大嘅利益㗎嘛。你試想一下巴西為例啦，我記得幾年前盧拉上台嘅時候，佢講過一句説話，我都震驚。但我希望我落台嘅時候咧，巴西人咧可以食飽飯，每朝飲到咖啡。我聽到唔係嘛？巴西咖啡第一大產國嚟嘅喎，點解巴西人飲唔起咖啡？點解？因為巴西啲財團同埋美國財團壟斷咗巴西嘅農田，種一啲巴西人民唔需要嘅農作物，嗰啲經濟作物，佢哋出口賺錢。結果咧，巴西嘅農民咧同呢啲財團打工，收入又買唔起佢自己國家出產嘅農產品，咪變咗食唔飽飯咯。咁你睇食唔飽飯，喂，最基本嘅人權你要食飯啊嘛，食飽飯啊嘛。你食唔飽飯嘅時候，啲人民就反對咯。咁我盧拉點解會上台嘅？呢就係咁簡單，即係其實委內瑞拉現在呢個問題係即係唔係單呢個問題嚟㗎，係整個拉丁美洲200年來嘅問題。而家希望咧，美國能夠即係佢如果行錯咗棋，而中國堅持呢種政策咧，可能拉丁美洲有轉機。我唔係一定有啊，可能會有轉機，同過往有唔同嘅。OK，多謝明 Sir，係嗰個分析咧非常到位嘅，真係即係溫柔的力量啊！中國係即係咁多年嚟，真係唔係淨係用
攞人哋啲嘢，係我哋去點樣俾人哋一啲嘅價值，俾人哋嘅一個嘅建設啊。但係都睇翻喎，咁其實 People Matter 啦，咁特朗普咧其實都得唔到咧嗰啲參議院嘅支持啦。咁其實美國嘅議會制度咧，其實都係俾人哋話都幾好嘅設計得。咁今次咧都發揮咗作用㗎喎。咁參議院啦100席啦就代表州嘅，咁眾議院咧咁就係有435席嘅。咁其實佢哋都應該喺呢個時間咧，會唔會可以發揮到美國自己好 proud 落自己嘅自由民主制度咧？咁又睇下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喺呢個時候令到Donald Trump 可以諗一諗，其實自己嘅 approach 啊，呢個霸凌嘅態度啊，其實係咪應該要修正？而呢步棋佢雖然落咗，但係呢步棋 ineffective 咧，都係睇翻成個美國究竟有冇一個新嘅思維，同埋佢究竟係咪有反省？咁令到咧呢件事係真係會又喺2026年點樣落地更新咧？咁請徐博士又分析下。特朗普而家所謂我哋叫做新門羅主義啦，咁新門羅主義其實特朗普係咪凌空上出嚟咧？其實大家都好多時候覺得係特朗普係冇章法嘅。其實如果我哋從一個管理學嘅立場咧，我覺得特朗普有佢嘅章法。嗱，無論我哋認唔認同嘅話，係有喺策略上佢有佢嘅睇法嘅。咁其實即係以我自己嘅分析嘅話，佢大概佢係用咗3個好大型嘅策略咧，係想嘗試去救美國嘅。咁無論成唔成功嘅話咧，係一回事，但係佢係有章法嘅。咁我自己睇落去，睇落去咧，佢仲3個嘅策略嘅。咁呢3個策略，第一個咧就係叫做擴張嘅策略啦。其實個擴張咧，並唔係一定係要攞領土嘅。其實喺我哋喺即係喺讀於嘅企業管治裏邊或者企業嘅策略裏邊咧，擴張嘅話咧，等於 M&A 啦，即係 merger acquisition，即係收購合併嘅形式嘅話，其實大家好多時候留意，特朗普成日講加拿大係做到係希望佢做到51個州，跟住咧最近講關於呢個即係即係 Greenland 啦，係咪？咁再加埋呢個而家我哋最近發生所謂叫做拉丁美洲嘅事件咧，其實佢做啲乜嘢咧？其實係有係可以討論嘅。其實佢係做緊一個我哋叫做 horizontal integration strategy 或者係 vertical integration strategy。咁其實呢啲嘢咧，其實如果大家讀管理學嘅話咧，可以了解其實Donald Trump 佢想做嘅嘢，其實佢未必係一定係需要去攞到加拿大，未必需要攞到係 Greenland 或者攞到南美洲。其實佢想做嘅話咧，佢想 consolidate 咗之後咧，佢增加佢嘅資源嘅組合，而咧能夠幫助喺美元。頭先阿梁博士講到，而家大家知道美國喺佢嘅經濟啊，喺佢嘅特別喺借錢個情況裏邊咧係有困難嘅。如果佢能夠組合咗加拿大，組合咗 Greenland， 再加埋南美洲嘅話，佢重新組合咗佢哋嗰個嘅勢力嘅話咧，其實對於佢哋嘅借錢能力係強嘅。呢個 point 咧，如果大家再留意嘅話咧，如果你將呢啲資料拼埋嘅話咧，其實佢係有佢個方法，但係成唔成功係一回事先嚇。第二樣嘢咧，其實佢做緊一個叫做係穩定嘅策略咧，我哋叫 stabilize 嘅 strategy 咧。其實門羅主義咧就係屬於呢樣嘢嘅，所以門羅主義並唔係話，當然我哋講緊1823年嘅門羅主義咧，而家變成咗新嘅個 Donald 嘅我哋或者叫做門羅主義2.0啦。其實佢係所做嘅話咧，並唔係亂嚟嘅。其實呢樣嘢咧，佢做緊一樣嘢咧，其實佢想做咩咧？佢想將有啲嘅控制同埋非控制咧，佢想自己能夠有一個清單嘅。舉個例啦嚇，咁美國人都知道咧，同中國咧，或者同蘇聯咧係打拳頭交嘅。打拳頭交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同你打交，但咧我哋就唔會打到咧大家反晒面嘅。咁呢個大家都知㗎啦。咁所以喺呢個打拳頭交裏邊咧，係要分餅仔嘅，係要分到權力嘅。所以佢所做嘅嘢，例如佢最近同中國之間為我停戰啦，但係佢做其他啲嘢㗎啦。咁但係佢自己，我覺得喺 Donald Trump 佢喺美國嘅立場裏邊，大概佢點睇咧？嗱，舉例嚟講，喺金磚多國裏邊咧，
佢覺得冇乜 control 嘅，佢唔可以 control。但係南美洲嘅話咧，佢可以控制嘅。但係嚟到我哋亞洲嘅話，第一島鏈嘅日本、台灣咧係已經不可控啦，即係大家知道已經 break 咗啦。再講到中東之仇恨嘅話咧，佢哋都覺得佢哋處理唔到嘅。咁所以喺呢，但係有啲嘢佢覺得可以做到嘅話咧，佢就係能夠喺呢個 stabilize 嘅 strategy 裏邊咧，佢能夠 consolidate 自己。咁我諗呢樣嘢係特魯邦所做嘅，但係成唔成功嘅話咧，我相信佢只係會慢慢地同佢哋嘅內部咧再會傾嘅。我覺得呢個趨勢大家再睇落去咧，係會睇佢呢方面啦。咁第三樣嘢咧，我想再提下，雖然或者係未必係完全成功咧，但係佢想做咧係我哋叫做 turnaround strategy 嚇，我哋叫做收縮嘅策略。喺我所以其實個重點就係開源節流啊。咁你睇 Donald Trump 㗎啦，開源節流嘅話，其實佢做緊啲咩咧？個開源嘅話就係佢嚟講關稅啦。其實關稅其實點解 Donald Trump 咁盛行相信關稅咧？其實關稅係一件好嘢嚟嘅。點解啊？因為佢覺得其實關稅大家都知道啦，係一個變相嘅去收稅。但係你如果你用關稅嘅話咧，就唔係全部美國人付錢嘅，係包括埋咧所有中國啊嗰啲盟友咧一齊付錢。咁所以咧，某個程度上咧，佢能夠減輕到美國人嘅負擔。咁呢個係一個嘅理論啦，但係成唔成功係一回事。但係個理論嘅話咧，關稅本身咧係一個變相嘅一個嘅付款方法。咁另外一樣嘢嘅話咧，就係但係可惜嘅話咧，佢開完嘅話咧就得罪好多人啦，又要佢盟友要加保護費啦。咁但長話短説，但係冇辦法嘅，因為佢要開完啊嘛。但係可惜嘅話咧，反而我擔心就係美國嗰個節流咧係失敗嘅，即係佢用 Elon Musk 嚟希望能夠將美國嘅公共開支減低，但似乎唔係好成功啦。佢最多關門大吉。咁但係問題，似乎呢個我擔心美國。所以喺呢方面咧，我諗 Donald Trump 咧嚟緊呢3年裏邊咧，佢真係要諗一諗佢個 turnaround strategy，即係佢個開源節流連再點樣諗計能夠maintain住啦。咁佢就希望佢能夠做一步嘅資源嘅話咧，佢哋嘅美金啊，佢哋嘅美金嗰個嘅 value 咧能夠強化。嗱，我再講多一樣嘢嘅話咧。其實 Donald Trump 嘅話咧，佢自己好多人對佢有好多批評啦，話佢側邊有班嘅跟班，全部都係應聲蟲嚟嘅。但係其實係合理嘅。其實如果你知道 Donald Trump 用緊乜嘢咧，我哋喺管理學裏邊啊，我成日教管理學裏邊咧有一個好出名叫做 LMX model 啦，我哋叫做圈外同埋圈內嘅管理學。咁其實 Donald Trump 咧係用咗圍圈嘅方法。佢有4個圈嘅，佢有內圈啦，有中圈啦，有外圈啦，有對手圈啦。咁其實大家聽我講呢樣嘢就明，係佢嗰班子嘅話，全部都內圈嘅人。內圈嘅人有咩好處啊？係當然啦，佢係講緊係誠信啦，但係大家都一齊揾錢嘅。咁中圈嗰班人咧，就係如果你唔係太聽話啦，你慢慢等下啦咁。我一路咁，即係我唔使長話短説啦。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大家可以研究下呢個叫做 LMX model 啦。其實中國都用緊呢套嘢嘅，咁所以大家都用緊呢套嘢，就並唔係淨係美國嘅啦。咁呢套嘢都係好特別嘅一個領導學啦。咁我想再即係其實講呢3樣嘢嘅話咧，嗱講緊Donald Trump 做緊一個資源嘅總合。第二樣嘢咧，佢係做緊一個 stabilize 嘅策略。第3樣嘢咧就係開源節流。成唔成功嘅話咧係另一回事，但係佢係想做緊呢樣嘢，所以好多人係批判佢係完全係咩？我了解嘅，但係佢而家所做嘅嘢並唔係而家做嘅，已經係講緊係911之後咧，已經整個美國嘅文化對於佢點樣執法啊，係已經全部改變咗。所以今日嘅美國其實係引申着係好多年前嘅事嚇。而家美國係真係洗大咗啦，而家又唔夠洗啦。其實佢都可能學緊呢一種嘅，即係好似太極舊陰陽，學緊中國。其實佢都迷茫嘅。Donald Trump 我覺得佢係詐癲嘅啫，其實咧佢係有自己一套嘢嘅。
咁啊，但係佢好似變來變去係佢專登嘅，等你係佢嘅戰略，等你睇唔清楚佢嘅。佢呢個人係一個好奇特嘅，即係唔跟西方出牌嘅西方嘅帝國主義者，即係咁講。咁咧頭先咧，其實討論到一個問題嘅，我就係即係點解呢個拉丁美洲搞極都搞唔掂嘅咧？咁樣啊？咁拉丁美洲大部分都民主國家嚟㗎啦嘛，所以即係呢個最主要嘅例證就係話，你話民主就掂，其實民主係你做咗帝國主義之後就掂，民主唔做帝國主義就一樣係唔掂，即係你嘅資源被掠奪咧就唔掂嘅。咁嗰種叫新帝國主義咧，呢個就係David Harvey 嗰啲提出啦，即係新帝國主義就係話咧唔使打你啦，以前西班牙打你啊咁而家咧，佢就係用經濟控制你。咁由控制你之後咧，咁就你嘅資源咧，就即係你要發展嘛，咪借錢俾你咯。咁借錢，然後咧佢到還錢嗰時突然間加息，咁你又唔夠錢還，咁要翳下點樣掂啊？咁唔怕，我俾世界銀行同貨幣基金會嚟到借定俾你先啦咁。啲世界銀行貨幣基金會借嗰陣時有個苛刻條件係你啲資源就要開放俾我哋外國嘅公司嚟攞噶咯噃，咁先可以俾錢你喎。咁於是咧，佢哋啲資源咧就喺成個拉丁美洲，包括非洲等等咧，亞洲多個都係就俾西方咧就大公司去掠奪晒。咁所以民主選來選去，無論選邊一派出嚟，你係親美或者唔親美咧，都搞唔掂問題，因為咧係大公司控制嘅。咁所以咧呢個拉丁美洲咧就一直都係冇辦法扶得起嚟。嗱，而家特朗普最怕係咩話？美國最怕就係中國去扶佢，中國借錢俾佢發展，但係佢冇錢還可以遲啲，你賺到先啦。咁中國有呢一招，佢唔逼你，佢唔掠奪你。佢係咧，我幫你做咗咩咧？例如做港口、做鐵路做基本建設。咁你有基本建設嘅時候咧，即係你就啲嘢運送得出嚟，喺港口賣出去，咪賺到錢咯。賺到錢，你買翻中國嘢啦。咁即係中國係咁樣辦法咧，幫你做好啲基礎，等你賺錢，你賺錢可以俾翻中國賺，即係買翻。佢唔係嚟用軍隊或者用嗰啲大公司控制你。咁呢個咧就係中國嘅一帶一路咧，就其實係打到西方七個一皮嘅，因為西方以前係用大公司控制外國，用世界銀行同埋國際貨幣基金會控制咧西方或其他佢落後國家嗰啲嘅資源。咁但係中國嚟突然間唔使跟呢啲銀行啊，我哋有亞洲銀行我哋揾埋馬來西亞幫下你揾新加坡咁咧，於是我哋就慢慢地將嗰個西方控制佢嘅方式係消解咗嘅。咁所以西方咧，在呢個時候係比較難頂中國所做嘅，所以成日想消滅中國，但又消滅唔到，因為中國你突然間亮劍咧喺巴基斯坦出嘅戰機，中國戰機眨下眼就將印度嗰啲仲高級戰機全部砌低晒，法國嗰啲陣風咁可以砌低。咁而中國即係出佢唔係好叻嘅戰機，即係巴基斯坦出嗰啲都贏咯，因為原來中國講個飛彈嘅射幾遠咧係講少咗嘅。咁原來咧佢可以射得遠啲，不過佢冇講咁所以咧即係西方冇估到佢原來咁勁。咁當中國武力顯示，包括係呢個軍演即係軍事越大閱兵之後咧，就即刻咧。即係西方就知道要同中國打咧係打唔贏啦，即係以前以為可以蝦中國，而家蝦唔到啦。咁所以美國咧就戰略收縮啦，因為要打中國犧牲好大，可能沉沒好幾隻航母艦，咁不如唔好打，咁咧就退翻去美洲。咁但係美國我估特朗普咧其實有個雕想同中國做嘅，咁幾時講清楚唔知，佢見到習近平佢會想講，好可能就係話台灣我唔咩啦，我唔幫啦，我縮手，你攞啦。咁你又唔好，我攞委內瑞拉，你又唔好喐啦嘛。咁我仲有好多巴拿馬仲有哥倫比亞，梗係嗱，你嘈下好啦，你唔好真係出手可能係咁噶。跟住同普京都係烏克蘭俾你大家平分烏克蘭嘅資源呢個國任我哋宰割。咁你又唔好，我而家攞委內瑞拉，你又唔好整嘅戰艦嚟咯。
到而家的確喺俄羅斯冇出兵冇成話，即係鬧咗，大家都係。咁我估計咧個大棋局啊，係 Donald Trump 想將個大局變咗就係我去操控拉丁美洲嚇。咁但係咧，佢哋點解咁憎呢個委內瑞拉咧？原來委內瑞拉個查維斯一個好奇特嘅人。咁最主要咧就係佢一開始咧就跟咧即係當時建立佢哋嘅係1810年嘅一場政變啊。當時咧委內瑞拉能夠脱離西班牙，就有一個英雄叫 Bolívar 啊波利亞嚇 Bolívar 咧，咁咧佢就係爭取到呢個大哥倫比亞獨立，收尾再分做委內瑞拉。咁呢個人成為英雄咧，就到查維斯做總統嗰陣時咧，佢就提出呢個Bolívar 嘅Bolivarianism 啊嚇，即係Bolívar 嘅任務。佢有套嘢，嗰套嘢就係咩咧？就係佢走社會主義嘅路，咁就完全唔跟西方，所以西方最怕你就唔跟佢，你就西方控制唔到佢啊嘛。咁咧佢咧一開始就有一個大規模嘅反貧窮嘅計劃，就搶翻晒咧西方控制嗰啲嘅資源。咁你建構咧1000幾個免費醫療所嚟幫助窮人啊，同埋咧係去掃除文盲嘅教育計劃啊。咁當時佢有一個叫 Robinson 嘅計劃咧，就提供咧免費閱讀啊、書寫啊、計算啊課程啊咁。咁咧有150萬嘅委內瑞拉嘅人嘅文盲咧係被改變嘅。咁咧佢同時咧幫助原住民保護佢文化、土地同信仰。而且咧俾嗰啲未有機會讀書嘅200萬嗰啲人咧完成教育啊，啲年青人。所以點解啲人咁支持查維斯啊？但佢嗰陣時因為有錢啊，佢石油價貴啊。咁但係石油價平嗰陣時咧，就國家咁大負擔，自己做唔到啦嚇。咁就即係社會主義嘅弊病就係話，如果你唔夠錢，你好難做到平分嘅，大家都有好處嘅。要有錢啊！中國因為佢另一半行資本主義，佢可以有錢咧，佢可以夠錢補翻嗰啲窮人嘅需要啊嘛。咁西方唔係咁幫窮人嘅啫嚇，咁但係社會主義係幫啊嘛。咁查維斯行呢條路之後，馬杜羅咧係繼承佢，但係馬杜羅唔係咁叻嘅人嗱，查維斯係比較叻啲嘅。咁但係佢美國曾經想用顏色革命推翻佢，推翻唔到，因為人民支持佢。咁但係佢死咗，佢 cancer，咁就馬杜羅咧。跟從查維斯咁，但馬杜羅咧佢係揸巴士嘅師，佢未必正治學啊同埋運用行政係咁叻嘅人。咁所以咧，其實佢係搞唔掂，即係運作唔到呢個委內瑞拉，就由一個原本好富嘅國變成好窮嘅國。咁咧，而美國咧，其實垂涎於一個咁嘅，你窮開我就可以整低你啦嘛，係嘛？咁咧當時中國咧就好幫佢啊，借大筆錢俾佢咧可以發展，你還錢用石油得啦，即係咧即係唔使還錢，你還資源得啦。咁咧就俾佢即係維持到佢嘅生存啊。咁但係佢都係唔掂啊。咁而家咧美國就想搶翻個石油控制權，同埋咧因為用人民幣支付買石油，佢要改翻用翻美元。咁咧所以咧佢有一個嘅將拉丁美洲咧，因為中國去到做咗好多國家好高興嘅事咧，佢要轉翻嚟西方新帝國主義嘅控制方式，而且唔止用新帝國，佢用舊帝國主義，我淨出兵啊！但佢即係話佢唔長期打埋，打完即退。咁咧，因為留喺度就變咗阿富汗噶咯噃。咁但係咧佢退咗兵之後，佢想冇到嗰個副總統聽話啊，未來點聽話咧？其實到時都好多亂局嘅，即係唔係話佢未咁快解決，但係佢叫石油公司啊，個個都唔制，因為嗰度啲石油係瀝青型嘅，係即係嗰啲叫瀝青沙咁樣，即係好固體性嘅重油咧，你要花好多錢嚟到將佢軟化，然後先運送得到。所以你嗰個石油嘅嗰個嘅成本啊，委內瑞拉可以採1桶原油成本係23.5美元啊，而沙特阿拉伯咧係10美元㗎咋，
因為佢啲係好易可以採到嘅石油，委內瑞拉要花多好多嘅成本，所以而家嗰啲大公司都唔係好制，所以特朗普有啲嬲，叫細石油大公司，喂，你嚟搞啦，個個都唔好就，哇！我邊度出咁多錢嚟搞啊？你整而家要成千幾億喎，如果咁樣，咁嗰啲石油公司話咁我哋，而且你抌咗錢落去，收唔收得翻？突然間佢啲游擊隊打過嚟點啊？咁搞亂咗我哋攞唔到翻石油點啊？咁所以咧，特朗普有啲嬲咧，我整我好盤俾你，你唔要，咁所以佢以後搞落去咧，即係其實你搶咗個地方要處理啊，到時都有排搞，咁佢都陷入個泥沼裏面咧，係有排咧先至係走得出嚟，所以咧我哋又唔使咁驚佢咧，到處搶一個咧，你控制佢係好難嘅，委內瑞拉之後，你搶埋哥倫比亞，到時仲亂，你搶格陵蘭都亂，所以咧係強搶唔會係人民中意嘅，人中意嘅咩咧？和平。咁或者即係我想臨尾都講咗好重要嘅一點啦，就係點解我係和平用白鴿啊？原來當時咧係畢加索呢個著名畫家咧。佢係睇見納粹德國轟炸西班牙喺內戰嗰時，睇完嗰種慘象，佢畫咗幅好著名嘅反戰畫。咁之後佢住喺法國，點知佢係德軍就打法國。咁當德軍入到嚟咧，就有個阿伯拎住隻受傷嘅帶血嘅白鴿去俾畢加索，叫佢畫咗佢出嚟嗰個紀念我個孫。我孫好中意白鴿嘅，所以佢成日掛一支白旗，引啲白鴿飛嚟。點知德軍打嚟嗰陣時，佢爸爸喺戰場死咗，佢好嬲，佢唔肯掛白旗，白旗代表投降，改掛紅旗。德軍發現支紅旗，即好似你要抵抗，就衝上去將佢孫喺樓上掟落嚟，掟死咗。跟住咧揾啲刀槍咧去射埋吉嗰啲白鴿。咁有隻受流血嘅白鴿咧，就拎咗去。佢個祖父希望你畫翻隻白鴿出嚟去紀念我個孫。咁呢隻血鴿就成為一個嘅好重要嘅符號。咁畢加索當時係畫一個初步嘅，但後來咧到戰後咧，佢就喺1940年1940年發生呢件事，然後佢係喺1949年咧就開始畫咗一個版畫。就開始成為咧一個重要嘅即係和平嘅象。又畫咗好多好多隻，有啲係揀用線條畫，有啲係版畫，有啲係飛起嘅鴿。咁飛鴿裏面分咧，有隻啱初飛，一隻就係飛起咗。咁個飛起咗嗰隻咧就喺中國咧參加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嗰陣時咧就用咗呢個做版頭嘅。咁當時咧即係大家都好紀念呢隻。用白鴿紀念，唔好再打仗，但唔好再殺人，唔好再流血。咁喺中國有出電影咧，就叫《志願軍》嘅第3集裏面，就嗰個唔係真事，不過佢即係話志願軍當時同美國和膽時喺地下用石頭砌咗隻白鴿，嗰個眼係血嘅，係紅色嘅。咁但係呢個美軍嘅直升機趕和者來專登降落隻鴿度咧，就打亂晒嗰啲石頭。但係呢個就唔係真事，呢個係即係電影去表達，就係借呢件事講出血鴿嗰個和平嘅象徵啊，即係表示中國咧係其實好想和平。但係咧美國咧當時同打呢個朝鮮戰嗰時，美國咧就以為中國想投降嘅嚇。咁嗰出戲都好睇啦，即係睇翻當時嗰啲歷史。咁但係呢隻嘅和平鴿咧就係即係我諗起通過流血或者可以帶來和平。即係我諗起畢加索畫咗個耶穌，佢個耶穌咧就係用佢嘅好奇特嘅畫法咧，左邊就係人類嘅苦難，即係擘大口慘叫嘅人。耶穌本身咧係好似佢係個頭係平嘅，但下面有個慘叫嘅靈喺裏面。咁然後但係下面咧就有個復活個石頭開咗咧，即係有人去開咗時候睇完裏面有隻鴿走出嚟，有隻可能都係代表和平嘅鴿走出嚟。由嗰度嘅耶穌嘅右邊上面就一個開始有笑容嘅人。
咁我呢個咧就係話通過隻白鴿好似耶穌復活咧，喺墳裏面一隻好似鴿咁樣嘅嘢，即係不假索或嘅，你唔係完全明白咧，係喺裏面走出嚟咧，嘗試帶嚟一種嘅對，即係呢個世界嘅訊息。咁佢畫耶穌幅畫咧，就係佢後來又好著名嗰張咧，嗰個係1934年畫嘅格爾尼卡，就係講納粹德國轟炸西班牙人好多人死亡嘅嗰幅嘅更加明話咧，就係左邊有個呼號嘅女人抱住個 baby 向望天呼號，baby 應該死咗，右邊亦有個人咧，好似都係女人舉起雙手喺火焰裏面，咁又地下有個兵係死咗咧，個把劍斷咗，但係佢左手拎佢朵花，咁就隻馬衝出嚟代表嗰種嘅戰亂，有隻牛衝出嚟可能代表侵略，或者係代表即係不教授話嗰啲動物都好多死亡喺戰亂當中，咁呢啲等等咧係從佢嘅畫裏面，我真係諗翻起佢早期畫嗰個耶穌咧，就係有隻鴿喺嗰個墳墓裏面啱啱伸個頭出嚟。咁佢另外一個人啱開個墳墓睇到，咁而耶穌喺十字架上咧就有個慘叫嘅靈喺度嘅，咁另外一邊係慘叫嘅人類，咁會唔會通過某啲流血，然之後揾翻和平咧？耶穌就係釘十字架咧，即係白鴿通過流血白鴿提醒翻人類。一個首歌就係一養白鴿俾德軍殺死咗，然後佢又流血嘅白鴿留俾人類紀念，唔好再咁殘暴。我都希望美國打呢場仗，雖然好快打完，但係都死咗唔少人嘅，幾十人都係人嚟嘅，命嚟嘅，所以係我哋可唔可以先尊重生命，尊重愛同埋和平咧？咁我覺得啦，過去嗰年咧，世界發生好多大事，係過去幾十年，即係除咗蘇聯垮台之後咧，未發生過。就係我可以講係一個叫世界300年未有之變局。就係過去300年咧，西方主導嘅世界咧，突然間到今日咧，居然有一個非西方嘅國家可以同西方嘅大國唯一嘅大國平起平坐，而係得到美國嘅尊重同埋忌憚，係應該係舊年即係10月開始，當特朗普覺得唔可以再令中國屈服，相反好多方面仲要借助中國，要求中國嘅幫忙嘅時候咧，呢個世界已經改變咗。咁當然啦，呢個改變唔會話馬上嘅。我覺得中美嘅博弈咧，起碼仲有10年嘅時間。但係即係東升西降，已經係一個非常明顯嘅現象嚟嘅。咁作為即係海外華人嘅我哋咧，亦都當然啦，唔可以話即係閂埋門啊，唔好理出邊嘅事，唔係嘅。當然即係以加拿大作為美國嘅盟國嚟講啦，咁我哋過去嗰10年基本上啲國策都跟住美國走。但係現在嘅加拿大總理卡尼咧，似乎佢係一個比較有政治智慧，喺即係加拿大政壇嚟講，我認為佢係一個有政治智慧嘅人物嚟。所以點解佢聽日就會中國訪問咧？唔係短時間㗎，咁佢就希望為加拿大揾出路出嚟。如果你仲係跟住美國咧，你遲早就係亡咗國㗎啦，就係美國嘅唔係一個州嚟㗎，冇咗加拿大存在。先攞加拿大，遲啲咪攞埋加拿大咯。咁但係如果佢能夠將呢個即係歷史進程改變，我哋唔好再依附美國。我哋唔係唔尊重美國，美國依然係我哋最大貿易國、最大嘅盟國。但係我哋仲可以好多其他出路嘅，特別喺貿易方面。所以我覺得呢一趟咧，卡尼主要同即係中國就會講好多貿易上問題啦，或者投資上問題啦。因為加中嘅貿易咧係互補噶嘛。中國要嘅嘢咩軟木材啦、農產品啦、石油、天然氣啦，我哋有齊喎。咁我哋要嘅咩啊？我哋要嘅一般嘅民生用品啦、家電啦咁。我哋又唔生產嘅，咁中國有大把喎。咁其實呢個咁嘅貿易組合喺世界上比較難揾一啲㗎。加拿大同美國都有啲衝突啊嘛，我哋成日話你就禁我加我哋軟木材稅啊，又禁我哋牛肉啊，禁我哋奶類產品啊，因為我哋嘅生產同美國係好類似㗎嘛，會重疊㗎嘛，一重疊就會衝突㗎嘛，但係我哋同中國係冇㗎嘛，
所以既然係咁，作為加拿大人啊，唔好話華人先啦，你加拿大人，你應該支持總理卡尼去中國訪問，達到雙方和好，增進貿易。至於價值觀、意識形態，你先放埋一邊先，因為每個國家嘅發展有佢自己嘅道路。呢樣嘢喺加拿大行得通，唔一定表示你喺拉丁美洲或者喺中國、喺印度就行得通。但係過往我哋咧將嗰個政治制度咧就宗教化，即係以為有咗呢種政治制度一個圖騰咧，我日日拜住佢咧，咁我哋國家就會繁榮昌盛啊咁。咁經過幾十年嘅呢種咁嘅洗腦啊、迷信啊，慢慢啲人開始唔信。我哋即使有咗完善嘅選舉制度，亦都有我哋嘅法治，有我哋嘅自由市場，唔係表示我哋加拿大或者係美國達到良好的管治啊嘛。政治制度係人創造出嚟啊，不斷演化噶嘛。咁我希望咧，即係卡尼行出呢一步咧，令加拿大嘅主流社會先啊，有一個整體嘅思想改變。美國並不是一個即係仁慈嘅盟國，或者係對世界有非常大貢獻嘅國家，因為我哋過去一直以嚟有呢個誤解。中國亦並非你口中一個邪惡國家。中國喺國內佢人民嘅生活，就算對你國外嘅援助，對世界嘅貢獻都係好大嘅。我希望卡尼呢個訪問咧，能夠扭轉加拿大即係人主流社會對中國嘅觀感。咁啊，至於即係中美博弈啦，我提過啦，因為美國，我認為現在咧，起碼特朗普做一個戰略收縮，佢甚至可以提出頭先阿梁博士都講嘅三分天下啊嘛。哦，美洲係我㗎啦，即係南北美洲都係我㗎。歐洲啊、東歐啊，咪俄羅斯攞去咯。東亞、台灣啊，習近平啊，中國你攞去咯。起碼佢現在係咁樣。咁係咪佢話真係就放棄咗即係世界大國嘅地位咧？一定唔係㗎。所有過去嗰500年嘅強權興衰史啊，都係佢上到頂峰要下拜嘅時候咧，佢一定有一個掙扎嘅過程嘅。呢個掙扎過程係非常之危險㗎。現在都好事或者唔好事，因為我哋有咗核子武器。當大家有核子武器嘅時候咧，戰爭反圍唔係咁容易爆發。但係如果冇核子武器，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戰爭就好容易觸發嘅。大家都迷信自己可以好容易征服對方。咁但係呢趟有咗核子武器之後咧，自從即係冷戰開始之後啦，80年前，我哋相互保證毀滅。咁打嚟做咩咧？咁翻為投鼠忌器喎。咁如果我哋唔打戰唔打仗啦，咁我哋係咪可以喺貿易上啊、文化上啊、喺其他狀況呢方面嘅競爭咧？咁我覺得咧，如果即係中美博弈在未來嗰10年咧，大家就喺度和平啊，即係唔係用刀用槍，但係貿易上啊、科技上啊、資源上一定要爭奪嘅啦。就總好過以前用刀用槍。你現在美國對南美洲咧，就佢應該冇乜符啊，即係冇乜計。佢依然係用翻佢傳統嘅嘢，就係武力。過往佢用武力都有啲遮醜布啊，套用阿梁博士嘅説話，即係起碼我為咗你好啊，為咗你民主自由啊咁。到現在咧，好似特朗普咁，根本都唔需要啊。最初幾個月前我打毒販，你販毒，但係大家都知道。委內瑞拉去美國毒品佔幾個 percent 嘅啫嘛，但係墨西哥同哥倫比亞噶嘛，咁你殺咗佢百幾人啊喺公海度，完全冇審過冇查過，咁啊見到船就炸。好啦，你而家話即係攞咗人哋總統啦，咁你有冇去即係喺委內瑞拉境內話查佢毒品問題啊？冇喎，即刻變咗個話題講石油喎，即係你虛偽啲咁嘅表面嘅嘢咧，已經係俾成世界人睇到。特朗普就係咁樣噶，美國原來都係咁樣嘅。咁即係希望即係有一個新嘅勢力，就係中國嘅東方嘅文化傳統嘅即係對外政策，能夠對世界有一個改變嘅一個影響，特別對拉丁美洲。因為拉丁美洲過往點解成日都有問題咧？就係即使你扶持一個親美政權啊，政變成功又好，你選舉贏咗都好。你係咪可以改變咗你掠奪嘅方式先？如果你唔改變掠奪，啲人民又受苦，咁幾年之後呢個國家又亂過又變過喎。所以你成日睇到拉丁美洲國家咧，就係左搖右擺嘅，定嚟定去嘅，又永遠走唔出呢個死胡同嘅。但係啦，現在中國咧俾佢話俾佢聽，有一條唔同嘅出路。所以你睇得到即係阿根廷現任嘅總統一個特朗普狂嚟噶嘛，好唔中意中國噶嘛，選舉嘅時候。
但係到佢上任之後，現在啦，佢同中國關係唔錯喎。點解？因為中國俾佢實際嘅利益啊嘛。我諗巴西更加唔使講啦。所以我覺得即使特朗普啊，用翻佢以前傳統嘅門羅主義嚟到即係操控美洲咧，呢一趟未必成事。就算你真係可以令到委內瑞拉改朝換代，你換個親美政權上去都好啦。如果你唔解決美國嗰種掠奪式嘅外交政策咧，呢個國家幾年之後又會亂過嘅。因為過去嗰200年啦，過去起碼100年都係咁樣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世界係變緊嘅。而呢個變緊咧，作為加拿大嘅華人，我哋咧唔好話即係耷低個頭啦，我哋應該即係主動即係提出我哋嘅意見。而我覺得加中關係能夠改善咧，對我哋加拿大華人嘅處境啊，起碼比過去嗰10年咧會有所改善咯。好認同啊，阿明 Sir 個，我哋加拿大華人嗰個睇法就係卡，我都係好支持係我哋嘅總理嘅。其實3月份除咗佢而家去中國之後，3月佢亦都去澳洲啦，咁所以都係佢都開一個新嘅天地同世界各國嘅。其實有兩個 observation 我想再講下嘅。其實今次即係呢個即係南美嗰個事件咧，其實想做啲咩咧？其實點解 Donald Trump 會做呢樣嘢？就即係喺世界輿論裏邊咧，得到唔好嘅結果。其實佢唔蠢嘅，點解佢會做呢樣嘢咧？其實我自己個 observation 我有些少唔同嘅睇法嘅。其實 Donald Trump 做呢樣嘢，你其實好強調，其實佢呢個特別行動，其實佢冇死人啦。當然死咗100幾個古巴嘅嗰啲士兵啦。其實我自己睇法咧，其實大家都講話中國嘅軍事力量啦，同美國已經係平起平坐，係真嘅。但係 Donald Trump 今次話俾中國聽，我嘅mobility，我嗰個執行性咧，係暫時咧係比你中國強嘅。你中國可能你都喺閱兵嗰陣時候 show off 好多樣嘢，但係你嘅行動組你未必講我快。所以我諗有時佢未必一定話要想即係攞個地方，佢想 show off 一下俾中國。同埋你仲有一樣嘢好奇妙嘅，就係記唔記得嗰隻船咧，即係俄羅斯嗰隻油船咧，喺邊個地方俾人哋去俾佢緝捕咧？佢係同埋英國一齊去呢個緝捕呢隻船嘅。咁其實某程度佢同英國亦都有些少嘅俾啲面俾英國，因為英國喺海上裏邊都一路都係失威啦。所以其實佢想做啲嘢，當然即係好多時候會用呢個角度。我用呢個角度睇過話咧，其實某程度上佢都話俾中國俄羅斯聽，我有我嘅軍事行動嘅話咧，係有啲嘢你係未及嘅。咁呢個大家可以做一討論。咁最後咧，我就想講一樣嘢。我諗緊呢樣嘢，即係講呢個即係大家討論呢個 topic 嗰陣時候咧，我有一個嘅感覺咧，就係咁樣嘅，就係我而家睇到兩個大嘅柱，兩個大柱咧係喺個地上。呢兩個柱裏邊咧，一條柱係代表中國，一條柱係代表美國。咁如果我哋想將呢兩條柱點樣能夠拉得 close 啲，或者能夠係比較係能夠係好啲咧，咁其實咧係需要繩嘅。條繩咧，如果你假如咧將條繩擺喺兩個杆嘅頭裏邊咧，你加以喺中間裏邊咧，你加適當嘅重量嘅話咧，你就慢慢地咧就可以咧將呢兩柱可以拉近嘅。咁呢條繩代表啲咩咧？呢啲重量代表咩咧？其實重量咧其實睇我點睇啦，睇你屬於係邊派啦。其實不外乎都係仁義啦、道德啦、愛心啦、平衡啦，係咪？即係其實呢樣嘢歸結底嘅話，無論兩個強權國家，我哋身為我哋華人又好，身為係中國人好、美國人好，其實佢哋都好多人都想係將呢兩條柱咧係拉近嘅。拉近係靠一條繩，呢條繩咧一定要掛喺兩個柱嘅高位，兩個柱嘅高位代表
高官，代表一啲 elite 嘅人。而咧，我哋係靠咩咧？係要點都要靠一啲中間嘅力量。中間力量咧，又代表係民間力量啦，或者我哋有信仰嘅我哋要用愛啦、和平啦，能夠拉近。咁所以呢個係我對於整件事上嘅一啲個希望啦，係需要我哋有信仰，我哋嘅人咧係可以做一啲嘅嘢。咁最後咧，我想講一樣嘢，即係話其實喺而家呢個時代裏邊咧，我哋唔可以再係去建立高牆啊。其實我要多建立橋梁咯。係咪高牆咧係可以嘅？只不過係局部地，同埋高牆越高嘅話咧，我哋變成咗係枷鎖啦，變成咗監獄啦。只係咧，我哋能夠係不斷去建立 bridges，好似中國不斷建立好多橋梁嘅話咧，呢啲橋梁先能夠將世界嘅愛和平咧能夠結合。多謝咁多位博士，我覺得一路聽嘅時候，又諗翻起莊子嗰個嘅大宗師啊，即係前幾日又喺呢個誠品書店度睇一睇書啦。咁佢咧，我記得有一句咧係講話，係話英靈啊，佢話其為物，無不彰也，無不盈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英靈。喺呢個喺呢個混亂嘅局面之中，我哋又唔使好抗拒啲混亂嘅，因為你越抗拒嘅嘢就越多噶喎。咁如果我哋放低冇咁多抗拒，係我覺得和平鴿啦，梁博士講嗰個，其實呢隻鴿唔單止代表和平啊，係和解啊，同埋咧天空同埋地中間嗰兩條大柱，其實都係講緊人永遠都會有即係唔同嘅意見啦、陰陽啊、熱同凍啊、南同北啊咁樣樣，咁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嘅。咁我哋喺呢個紛亂嘅局面入邊，就係點樣樣可以即係透過信仰啊、透過冥想啊，或者透過自己一個方法讀多啲書啊，咁其實喺內裏可以參透表象，同埋令到個邏輯更加係接近，咁令到人類嘅社會係更加接近呢個和平同幸福。一點幾特別嘅就係中國突然間咧去對付日本啊，咁係即係日本就係美國代理人喺亞洲啊嘛，咁咧中國就用工業上嘅斬首行動啊，即係咧係所謂兩用物項啊，就係軍民兩合望啦，嘅物項咧係制裁日本唔俾佢，搞到日本而家咧就吊起晒唔知點算，因為好多樣嘢啊唔俾啊。咁嗰啲所有各方面嘅物料咧，即係佢如果唔提供足夠咧，佢工業好難搞落去嘅咁。咁咧就有啲分析幾得意嘅，佢就係話咧，你蝦我個細佬啊嘛，就係委內瑞拉，我蝦翻你個好勁嘅細佬就係日本咁。咁即係話三分天下啦，你蝦拉丁美洲，我蝦翻亞洲嚇。咁咧即係有啲咁嘅分析，我覺得係幾有趣嚇，即係。因為日本即係我哋個個覺得係對付佢咧，佢絕無辜之處，因為咧佢係唔肯承認咧係自己做過好殘忍嘅殺戮，而且根本細菌戰即係佢搞咗佢又燒晒唔俾人知，又將啲資料俾咗美國，所以喺朝鮮戰爭嗰時候，韓戰都係曾經用過細菌戰，美軍用嚟打啲志願軍啊，即係呢等等咧。即係你犯咁多罪，你唔認咧，咁所以有啲人話都唔即係咁耐咯，忘記啦。咁但係如果你做咗殺咗咁多人咁邪惡嘅嘢，唔認嘅話，係好難忘記嘅喎。咁最關鍵就係話你有冇悔改嘅心啊？你有冇一個仍然所以仁愛美善係作為宇宙真理嘅信念？如果你冇，你的確就係殺人放火，無所不為。咁其實西方帝國主義400年都係咁樣噶啦。咁但係佢講嗰陣時候講好多偉大嘅嘢，佢一樣又講下宗教啊，又講下嗰啲嘅民主自由人權咁。但係佢講嗰啲都係偉大嘢嚟噶。咁宗教梗係要愛啊、寬恕啊，咁民主自由人權係尊重他人嘅唔同咯。但係到佢一講強權嗰時，佢係另外一種人。咁呢個就係讓我一個好大嘅反省，就係呢個世界控制權力嘅人咧，唔係佢哋講嗰啲偉大價值，唔係相信佢哋講嗰種偉大價值嘅人。佢哋講就識講啊，佢哋每個文化都有好多好偉大嘅思想，係咪？咁但係咧，當殘暴嘅人掌政嗰陣時，咁中國一樣有噶，係咪？咁但係要佢講咁多孔子，但係到時佢仍然都講孔子嘅喎，即係佢殺人嗰時，或者去滅人哋嘅族啊，中國都有過噶啦嚇。
唐朝嗰陣時高仙芝就係咁啦。不過佢唔係中國人，好多佢係韓國人啦。咁即係話咧，即係佢即係唐朝滅人嗰陣時，咁都講好多佢哋啲即係儒家嘅道理，但係做嗰陣時係唔同嘅。咁西方一樣。咁我哋所以一定要了解咧，即係話喺佢哋嘅文化，例如美國或者中國，我哋揾佢最偉大最好嘅出嚟講，唔係先去踩佢做嘅錯，又提醒翻佢咧，你哋有啲崇高啲嘅價值咧，你回復翻嗰啲價值去使你同其他國家有和好關係，得唔得咧？係嘛？咁所以我同美國一路繼續有啲交往嘅，有啲係信基督教嗰啲人去交往，就係我哋希望同佢講翻你講嘅嘢啊嘛，你要講和平、講愛、講寬恕。咁嗰啲人都對特朗普嘅影響，我有啲人係咪？咁即係我又可唔可以用翻呢樣嘢提醒翻我哋啲當政者，你幾殘暴不仁嘅時候，其實你失去咗嘅係你嘅國格、你嘅品格啊！正如加拿大當時捉孟晚舟就失去咗佢嘅國格咯。咁多年後一路都唔認啊！到咁多年後呢個卡尼先至先去肯去揾中國啫嘛，因為俾美國蝦先至肯啫嘛。即係啲人民個個都講衰中國㗎，係咪？咁就係即係你蝦人哋，例如捉孟晚舟，你仲當係人哋錯？即係而家你蝦委內瑞拉，當係委內瑞拉錯？日本打我哋話我係中國錯？即係呢等等咧，係呢個世界有顛倒黑白嘅，人一定要有理性咧，明辨是非，睇翻真相，睇翻料，歷史嘅真相，歷史嘅料，唔好聽網上好多亂噏病嘅講法，我哋要睇翻真實嘅料咧，去掌握翻真正嘅宇宙性嘅真理、人性嘅真理、人嘅價值，同面對人嘅罪，咁我哋先至會有一個未來更和平嘅世界。正咁好多謝咧，我哋洞察世情，陪我哋走過人生嘅高低起伏。2025年啦，發生好多事情，咁今日我哋去到2026年啦，咁我都願我哋能夠喺混亂之中咧，保持一份安定。咁呢份安定咧，本身咧就係一種幸福啦。願各位都能夠幸福快樂，記得訂閱我哋 like subscribe。多謝你哋，今日去到呢度，下集再見，拜拜。